这里是治安杂谈，一个让8岁到88岁都能听得懂资讯安全的频道。今天想跟大家来分享这个新闻，是2024年11月21号的新闻，也就是前一个礼拜发布的一个新闻。那他这个新闻是在讲什么？是在讲说这个研究机构，他这个就是反正也是做一些这种恶意软件侦测的一个公司。那它叫做 Phylum 嘛，Phylum 的这个公司。那他发现一个就是一个我们讲的这个 Python 的包，Python 就是现在很受欢迎的一种编程语言，叫做 Python。那中文翻译就是这个大蟒蛇啦。它这个包，他发现有一个包，就是用来这种叫 crypto，它这个 crypto 的包，这个是用来做这种加密货币的付钱的，就是说现在网络上很多人就是用这种像比特币啊这种在付钱的嘛，那你要付钱给别人，你自己比如说你手机上也就要装这种付钱的软件嘛，就好像你手机上需要装那种银行的软件才能够转账给别人。那你要付这种加密货币，也需要在你手机上有装一些我们讲的这种 APP 啊，或者说是客户端的 APP，这样才能够转钱，转这种加密货币给别人这样。那要装这种 APP，对不对？开发这种 APP 的人，他们一定需要一些工具来做开发，就是在编写这个 APP 的时候，就需要装我们讲的一些编程语言的包，我们讲的 library 或者 package。那其中这个包就叫做 Crypto，是一个 Python 的包，就是在开发软件的时候，人家就要装这个。那它就是里面被发现有这种恶意的软件，然后包的蛮隐蔽的这样。那简单来讲啊，就是我们来简单看一下这个恶意软件的这个代码，就是很长的一个，主要是这一段，这段很奇怪的东西，很长很长哦，它把它展开来看就变成这个样子，就是这一段恶意软件其实就是这一段哦，就很长的这一段，很长都看不懂这一段，为什么？这个就是这间公司它的贡献嘛，就是说这一个攻击者，这个骇客呢，在开发这个包的时候，就是把它放到网络上，哦，让这些程序员去下载，下载完之后，他是不是就会帮大家来做这些这种呃软件的开发啊？但是当他下载这个软件进到他的软体里面的时候，他可能看着好像就是一般，他其实也看不到里面这一段，只是说防毒软件去扫描它这个软件的时候，因为扫到这行代码，他看不懂是什么嘛，对不对？一般这种乱七八糟代码看不懂是什么，一般反毒软件是看不出来的。那所以防毒软件要跳过，觉得这个包是安全的，因为剩下的都没什么问题，都是很正常的代码，就是然后这一段他是看不懂，所以防毒软件也不会报错，对不对？那其实那个骇客他的这个恶意的代码，其实就是隐藏在这一段里面。那其实一般人很难侦测得出来，这一般的防毒软件很难侦测出来。那所以这间公司呢，就是刚刚我们讲的这一间叫做 Finom 的这间公司，它的软件就是把它侦测出来。那他讲的是很轻松啦，但是他这里就说他这个东西其实被被这个加密解密啊，在压缩啊什么的，一共被加密了50次，这样被编码，被重新编码过50次，就是说它里面用了很多种不同的编码的方式，就是说要把它转成什么2进制啊，或者16进制啊，这样把它转来转去，转来转去啊，然后又再把它压缩，哦，再把它压缩后，然后又再怎么解压，再压缩，然后再把它用完之后，又再把它这个东西又比如说又把它压缩，再重新编码过的东西，再把它排序，再把它调换什么什么的，一共这样处理个50次，所以其实很难做啦。但是他这里写的说 undoing that is trivial，其实这根本不是 trivial，而他根本也没有说他们是怎么把它
就是我们讲的逆向工程把它解出来的。那如果这个其实就是可以说这是他们这间公司的我们讲的秘方嘛，对不对？Secret sauce 就是他们的公司的秘方，到底怎么做出来？一般人其实不好做出来。那他们发现之后，就是他们这样把它重新再把它解码啊，再解压缩，把它逆向工程回去之后，50次，这50次怎么操作我不知道，他们也没有说，他就把它恢复出这一段出来。你看，他就把它翻成 HTTPS 什么什么 API Telegram，这个就变成我们很熟悉的东西吧，就是一个网址嘛。然后就后面就是一串这个，就是我们讲的这个，算是这种地址啦，就是说这个，因为他最后就发现说，他这个软件，他这一行的恶意代码被他们这个软件处理过后，之后就会变成这一块东西。最重要的就是会跑出这一块东西，就是把它，就是会最后就会跑出这一块东西出来，会跑出这一块东西。那最重要其实就是这个，就发现说这一行恶意代码里面就包含了说把你的资料把它偷取进来，这个就是在偷你的资料，就是把你这个电子钱包里面的我们讲的一个叫做一个 token 一个令牌的东西，把它偷出来。那这个东西把它传到这个 Telegram 的这个地址，那传到这个地址，就是说这个 Telegram 的拥有人，他就能够有你这个 token，有你这个令牌之后，就能够进到你的电子钱包里面，那就比如说可以偷你的钱了，就类似这样。那所以他们这个公司就发现了，这一个作者就是恶意的，这一行代码就是经过了很复杂的处理，50次的什么很复杂的处理之后，然后让防毒软件侦测不出来，然后把它发布到这个我们讲的这种 Python 的这个库里面去，让人家去下载。那如果不小心被下载了之后，哎，开发者用了这个包，然后开发了软件，然后这个软件装到我们的手机之后，它就会开始偷我们电子钱包里面，如果你有装电子钱包的话，那的里面的它就会偷你的这个我们讲的令牌，就有点像就是临时性的密码的这种东西，然后传到这个攻击者的这个 Telegram 的这个群组里面，那他就能够用这个东西进到，很有可能就进到你电子钱包里面。所以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攻击，那这个也就是这间公司他做的这个贡献，他就是发现了这个东西，然后去做纠正，这样去把，然后通知这个社群，就是这个 Python 官方的社群，然后 Python 官方最后就把这个包把它下架，那这个包叫做 AIOCPA，就是这个最后就把它下架了，就不能让它在那个。那它这个攻击里面很狡猾的有几个点啊，就是说，第一个就是说，它本来它这个东西，它也是可以在网络上发现这个东西。那它一开始它开源这个包的时候，它前几个版本是没有问题的，就是可以很正常使用。但是一直到它发布到某一个版本，就是他们这里面讲的0.1.13的时候，它这个恶意的代码就被注入进来啊。就是说，它意图就很明显嘛，就是一开始先发布一个干净的版本，让大家习惯的使用它，然后使用到一定的时候，大家已经很习惯了之后，他就偷偷的把恶意的代码植入进去。那不知不觉，如果大家继续用的话，其实就中毒了，你的手机就中毒了这样。那第二个就是说，他也很狡猾，就是说他本来他的名字是这样，那他现在就是想要改名字，因为这个名字不够熟悉吧，所以他也在这个官方的社群里面，就是说这个Python官方的这个这个社群的跟管理员说，诶，他想要申请另外一个名字，就是说申请另外一个就是大家已经可能用一阵子啦，或者这个名字就是反正他们也没说他用哪一个名字啊，反正他就说这个社群就说他试着想要去拿另外一个名字，可能那另外一个名字比较有名或怎么样，或大家听起来比较无害或怎么样，反正或者说他直接多用几个名字嘛，把这种有类似功能的这种这种包的名字都把它拿掉，这样以后大家在使用这种功能的时候，是不是就很自然就用到它的？那很自然就会中毒。这样就是说，官方的人员就说他也试着去
要求说要换名字，就是说想要拿另外一些名字，让别的开发者在下载的时候，也就变得更容易下载到它这个带有病毒的包。那这是第二个。那第三个就是说，它这个也很狡猾，就是说它在开源的地方，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软件都会开源嘛，开源的地方它就放了一个版本哦，然后剩下那个版本的名称都一样哦，像0.1.13是一样的哦。那但是这个版本里面，在开源的给人家看到它代码的地方是没有任何的病毒，就是没有这一段恶意代码的注入的，是很干净的。但是呢，当它上传到我们讲的这个官方的这个代码库里面的时候，就偷偷的把这一段把它注入进去了，这样，所以就是它也很狡猾，就是说在开源的软件上，当大家看，这个版本哦，以为这是这个的代码，这个它开源给大家看的代码，跟它上传到官方的库给大家下载的那个代码是一样的，因为版本名、这名软件的名字啊，跟软件的版本都是一样的，通常我们就觉得是一样的东西，但事实上这是不一样的东西。它在放到官方，就是给人家下载那个代码库的那个地方，它把这个病毒就把它植入进去了，这样，所以就算是蛮狡猾的吧，所以就是大家就了解一下，就是有类似有这样，所以就是说，现在就是慢慢的了，也不是说慢慢的，就现在已经开始，就是说在上传这种代码库的时候，他们就官方会要求一些身份的认证，那会有通过一些特别的我们讲的这个协议，需要一些官方有一些认证，会知道说这个作者到底是谁。然后现在也有一些就是有一些东西就是要求说，整个软件要写你的这个软件的构成表，这样我们讲的叫做 SBOM，就是讲整个软件，就是说你这个包依赖的哪一些包。那以前在认证你哪一些包的时候，就只是检查说你的名称跟你的版本这样。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比如说像这种很狡猾的，就是名称把你取代掉啊，那版本也给你也骗你这样，也是其实它版本可能说是版本一，但事实上它已经更新了一个版本，只是它没改那个版本号，还是说这里是版本一，那你是根本不知道说它这个版本到底是哪一个，对不对？你如果只检查这个名字跟版本，你根本看不出来，所以他们现在就是很要求说还要打一个码，就是说你就算名字不一样，不名字是一样的，他还要检查后面那个码。就是说确定说到底你这个码是不是有一样的，就是说我们讲的好像有一个签名啊，就是说我们版本一发布上去之后，它就会根据这个发布上去的东西打出一个码出来，那你只要一修改，这后面的签名整个都会不一样，这个我们叫做这个哈希码，这样一个签名这样。他就要求这种东西，所以这种东西你又更骗不了人，就是你就算把名字一样，版本号写的也一样，但是如果你内容改了，这个起码到时候签名打印出来也是完全不一样。所以现在对这种版本的我们讲的这种软件的这种构成表，要求也会比较严格，就是为了要防止类似的这种攻击这样。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再见。